Hello， 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是上一期视频的继续，主要是我对兰花病虫害的防治措施分享。首先来看一下上一集说到的花梗上长了虫，盆面上有一个球茎又腐了，我把它连根拔起的这一颗兰花，它现在花开了。其实它并不是文心兰，它是多个属的杂交品种，有人叫它蜘蛛文心。它的外形就像一只大蜘蛛，它的色彩很丰富，有黄绿色、白色、红色，还有紫棕色，很深很深的紫棕色，几乎看上去是黑色的。它的颜色配搭它的形状，有一种神秘感。它的名字叫黑皮诺公主，可怕。实际上它并不可怕，我觉得它很迷人。上一集我分享了在它的盆面上把腐了的球茎移除的手术，还有花茎上的白粉饰，我是用消毒纸巾把它擦掉。看到它现在开得那么灿烂，就知道这些措施对它完全没有影响。其实除了以上两种措施之外，我还向它做了杀虫防菌的液体喷雾。这种液体无毒、无害、无臭，既治病防虫又环保，就是回无露。不少的人可能已经听过，甚至用过，但是有的人效果却不见得很好。问题出在哪里呢？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首先要声明，回无露并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哪一位网红大叔大姐发明的，是台湾农业研究所公布出来的，由嘉义大学的张三卫老师讲解的。我是 copycat， 我就是跟着学的。用到的原料很简单，有茴花油，其他的植物油也可以，只是茴花油的效果最好。还有就是洗碗精，洗碗精不要用太强的，柔和的更好。配方很简单，细节更重要，细节会直接影响到效果。我把9毫升的茴花油和1毫升的洗洁精已经放到这个搅拌机里面，两样东西加起来才10毫升，量太少了，沉在底下很难搅拌起来。旁边那2个外卖盒装的是2公升的水，就是2000毫升。我从这里来点水放进搅拌机里，这里要提醒一下，不要把2公升的水全部倒进去搅拌，那会打起很多的泡沫。现在可以开机了，打大概2到3分钟，这个过程叫乳化的过程。油如果没有乳化，不但杀不了虫、杀不了菌，还会杀了植物。这个方法的原理是用一层薄薄的油膜附着在叶片上，这层薄薄的油膜会令害虫不能呼吸而死亡，同时能抑制病菌繁殖和侵蚀到植物的表面。如果没有把油充分的乳化，就会把植物的气孔堵塞，这样子就会害死植物。乳化之后，就可以把剩下的水全部加进里面，把它稀释200倍。这个稀释的浓度也是有讲究的，200倍对杀菌除虫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幼苗或者是叶子比较敏感的植物，应该由低浓度开始做试验，这样会比较安全。水全部加进去以后，就不要再用搅拌机了，那会打起很多的泡沫。用一条棍子手动把它搅匀就可以了。现在可以看到全部的液体都是乳白色的，
这些液体要现做现用，所以一次不要打太多，不要留着下一次用。留着的话，它会油水分层，就等于没有乳化了。稀释之后，就把它放进一个有压力的喷雾瓶里面，把喷头调节到最细的雾状，把植物全方位的喷一遍。当你发现你的植物有病、有虫害的时候，喷一次并不能解决问题，要喷3到4遍，每一次相隔7到14天，要特别注意不要少于7天，这样会对植物造成伤害。还要注意喷的时间，不要选择在早上喷，要等太阳过后，一般是傍晚的时候喷，因为被太阳照到，那层油膜就会灼伤叶面。还有，如果是在室内的话，最好就是保持通风，不要让叶心有积水。其实这个方法跟美国兰花协会的指引非农药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原理是一样的，油是不一样，都是植物油。美国兰花协会主张的是硬链油 Neem Oil。 我记得多年前美国兰花协会曾经推荐过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是以硬链油为主要成分的，可以防螨、防菌、防虫，是有机的，无毒无害，但是有味。因为有味的原因，所以我是用在室外，在兰花搬进屋之前使用。通常我会用30毫升，就是2汤匙的这个原液和1加仑的水混合，一定要充分的混合，不要让油水分离，而且要现做现用。由于它跟回无露的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注意事项也是一样的，要注意不要晒到太阳，避免灼伤叶面，也是要连续喷3到4次，每次相隔7到14天。另外，在冬季兰花要搬进屋之前，我还会做一个动作，就是给兰花泡盆。在1加仑的水里面加几滴洗碗精，看泡出来的是这个结果。虽然小虫泡出来了，叶面也杀过虫了，这并不意味着就灭绝了虫害。养兰花要有一种心理准备，就是要跟病虫害做长期的斗争，以防治为主，每个月做1次防治的措施，回污露也好，其他的方法也好，不要让病虫害泛滥。另外，养兰花经常会有小黑飞在周围，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我想介绍这种黄色的砧板，很有效，不要买蓝色的，蓝色的几乎没有用。以上这些就是我对病虫害的防治方法，尤其是在冬季，仅供参考。祝大家养兰愉快。